这个评分最低的菜，为什么这个菜还有股汽油味啊？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鸣，欢迎收看我们的新视频。在本期视频里面，我将担任一位城市观察员的角色，因为我找到了城市里面评分最低的和评分最高的餐厅。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城市里面评分最高的餐厅和评分最低的餐厅，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首先，我们先去的是评分最高的餐厅。这家店在古城里面，所以只能停车，按着步行导航，走了差不多20分钟才走到这家餐厅，来回也就是说40分钟，真的给我累坏了。原本我以为像这种评分高的餐厅，它肯定装修很豪华，里面的食物肯定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它实际上跟路边的小店也没有什么两样。等了15分钟左右，我们就取到了自己的食物。接下来我找到了评分最低的餐厅，这个餐厅在一个汽车站的附近。我一进去之后，里面的阿姨和奶奶非常的热情，不过就是正值餐点，但是餐厅里面却没有客人在里面用餐，然后餐厅里面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味道，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发霉了一样。等了15分钟左右，我们也取到了自己的食物。我们的餐取回来了。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可以猜一下我们哪边的外卖，它是我们评价最低餐厅里面的。应该还蛮好猜的吧？没错，就是这个。我才是把它放在车里面带回来，这都漏成啥样了？我把它们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评价最高餐厅的菜，这是评价最低餐厅的菜，这个是他们两家的米饭。我觉得看上去他们两个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晚上的评论，因为两家店铺他们都有好评，所以我们就不看好评了，我们直接看他们的差评。首先是我们第一家评分最高餐厅的差评只有2条，第一条是这个饭是哪边的馊饭吗？分量太少了，一个人吃不饱，味道还不错，性价比不高。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家，评价最低的，它整整有55个差评，口感太差，感觉放了10几包方便面调料包一样，太咸到无法形容。点了5个菜，没有一个好吃的，吃了还拉肚子。不是我一个人拉肚子，是2个人吃了都拉肚子，而且味道极差，卖相差又难吃，卖相不太好看，的确有一点点，不过也能接受了，外卖嘛，少出来一点也正常。评价最低的餐厅，这4个菜2个饭，一共是151，平均下来这4个菜差不多是40块钱一个。然后评价最高的餐厅我是花了213，但是是5个菜，这个酸菜鱼是68，减去这个酸菜鱼的话，这边其实也是差不多40块钱一个。以此看来，他们两家价格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就抛开这些，来尝试一下他们的味道。首先我来试一下评价最低餐厅的回锅肉，还有他们家的饭。好咸啊，感觉就像是那坨盐没有炒均匀一样，真的我完全没有骗你们。然后我们再尝一下评价最高餐厅里面的回锅肉，好吃，还真的不一样哎。这2个它们是同样的菜，但是吃上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这个味道刚刚好，这个太咸了。好，我们第2道菜，我们评价最高的餐厅开始吃，这个是牛肉。味道是正常的，但是它牛肉非常难嚼，老人家的话估计吃不动这道菜，一般般啦，不好吃也不难吃。然后我们再试试我们评价最低的餐厅的这个饺子，这个是它的酱料，我们试一下哦。为什么他家菜都这么咸啊？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污蔑他。OK， 他还有2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我们再试一下他们家的油麦菜。这是油麦菜吗？好怪哦，这是油麦菜吗？这个才是油麦菜吧？哎呦，评价最低的餐厅，我是跟他们说给我搞个油麦菜嘛，因为我想就是2家菜是一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差距到底有多大。但是他还给我搞错了，再要个那个油麦菜。来试一下吧，小白菜，希望你这次不会太咸，只要你不咸，我就觉得你好吃。青菜。这个评分最低的菜，为什么这个菜还有股汽油味啊？而且在回味了一下之后，我居然在他们家青菜里面吃出了回锅肉的味道，好神奇啊！好，我们严谨的试一下这个，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来，油麦菜，我觉得这个评价最高的餐厅，他们家的油麦菜其实也一般。如果这个菜给5分的话，我只能给它3分，因为它太普通了。OK， 我们最后一个菜，来，我们试一下最高评分的餐厅。这个猪大肠的水平也就普通往上一点点了，5分给它4分。我们评价最高的餐厅，它的4个菜我们已经品尝完了，我感觉这个评分还是有点虚。他们餐厅这个味道的菜就已经达到5分的高分了，值得我们深思。好，我们来最后一位种子选手，这下他们家的猪大肠。
他为什么要放花椒？我真的好想夸夸他呀！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猪大肠你们应该都吃过吧？回锅肉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吃过吧？但是他们家的肥肠跟回锅肉味道是一样的。说真的，我原本还想给他证明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们家的评分会这么低，是被恶意评分，还是他们餐厅附近的人太挑剔了？就现在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说好话的余地，好难吃啊！不过我们还是给他找个正当理由吧。据我分析，这家评价最低的餐厅，他们肯定不是因为他们人品不好，或者说干嘛了，所以导致他们餐厅的评分那么低。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餐厅我过去打包的时候，不管是他们的服务员还是厨师，都是50、60岁的阿姨或者奶奶。他们也许是因为年纪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味觉上面喜欢重口味一点，又或是他们觉得这样咸一点的菜还更加下饭。不过这个评分最高餐厅的菜，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它的菜也并没有说非常好吃那种地步，仅仅只是它菜看起来比较有食欲，然后就是它的包装好那么一丢丢，它就得到了最高的评分。我觉得现在的网友真的好宽容啊。不过也是哦，都已经吃外卖了，如果不是那个菜真的很难吃的话，谁愿意去做一个点评啊，对吧 ？OK，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想看我拍什么视频的话，可以弹幕评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